You have 365 days. I'll do anything so you can fall in love with me. If next year on your birthday nothing changes, I'll set you free. 这是我见过最霸道的表白。可就在5个小时前，这个身价万亿的西西里地下皇帝才第一次见到此生的挚爱。大佬找对象的方式也很简单，他直接派小弟把女孩绑到自家的豪华宫殿，并立下365天的 flag。然而被绑架的女孩满心只有恐惧，她强撑着瞪向眼前的男人，扬言如果不放了自己，外面的男友势必会把她锤扁。没成想大佬似乎早有所料，慢条斯理地从一旁拿出她男朋友所有的出轨证明。Your boyfriend doesn't deserve you. 不仅如此，大佬还贴心地帮女孩发去了分手信息。然而失去所有依仗的劳拉只想着逃离这里，却在下一秒被一把捞了回来。You deserve it. Come to me yourself. I won't tie you up. But don't provoke me. I can't be gentle. 马莫西并没有将女孩就地正法，他要的是心甘情愿。可劳拉却依旧不死心。夜里他在床上醒来，眼见周边无人看守，他又开始想办法逃离这里。可好不容易从几万平的宫殿里摸索着溜出来，却看到马莫西正在处决叛徒。劳拉当场被这血腥的场面吓得晕过去。马莫西在床边守了一夜，只为等劳拉醒来第一时间解释，昨天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虽然他们家族的生意大部分见不得光，但却有着底线。那个叛徒违背祖训拐卖儿童，必须要就地正法。他希望小娇妻能够理解，但劳拉可不吃这一套。If that's your idea how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ooks like, you're fucking wrong. If you hit me again, what? You will kill me? 习惯了女人主动投怀送抱的马莫西，第一次尝到了挫败，意识到可能打开方式不对的他，立马带着劳拉横扫个大奢侈品店，小弟拎包他刷卡。大佬追女孩的手段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劳拉却一门心思只想着逃跑。他找到2位警察请求帮忙，却发现马莫西在当地的势力庞大，根本无人敢帮助他。Are you lost, baby girl? 意识到自己跑不掉的劳拉，准备换一种报复方式。她精心打扮一番，再换上性感的衣服。反正马莫西答应不会强迫她，她势必要聊的这个痴迷自己的男人心痒了。You look. I'm starving. 他的计划很快奏效。马莫西看他的眼神开始炙热。劳拉很好奇，自己长相普通，家世普通，为什么有钱有颜的黑帮大佬会看上他？马莫西解释说，5年前他和父亲在一次谈判中，因拒绝与其他黑帮合作，从事贩卖妇女生意，惨遭暗杀，子弹从父亲身体穿过，他也受了不轻的伤，在死亡的边缘徘徊时，眼前频繁晃动着一个女人的身影，正是在附近游玩的劳拉。之后他被迫接手父亲的商业帝国，从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成为如今的地下皇帝。对马莫西来说，劳拉不仅仅是一个令他心动的女人，更是他在黑暗世界中坚守内心最后一丝善良与温柔的寄托。在5年全世界的寻找中，他对劳拉的那份执着的爱却从未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浓烈。I'd like you to teach me how to be gentle for you. 劳拉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某人的白月光，更令他瞠目结舌的是，这个用暴力将他掳来的黑帮大佬会是如此痴情的男人。他的心里顿时生出一股心动的感觉。晚餐结束后，劳拉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手机和电脑，此刻正安静地躺在柔软的床铺上，但面对着意外出现的交通工具，他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求救，而是强压下内心的慌乱与纠结，打电话向家里报了平安。第二天醒来，劳拉发现马莫西正躺在他身边，这个男人遵守誓言没有碰自己，不由得让劳拉再次对他高看一眼。但为了测试马莫西的深情究竟是一时兴起还是矢志不渝，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脑海。只见他眼神中闪过一丝狡黠，竟毫无顾忌地在马莫西面前褪去衣衫，缓步踏入浴室，将撩拨进行到极致。Don't provoke me. 马莫西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仿佛压抑着即将爆发的火山，但还是死死恪守着不碰她的承诺。这个在黑道上翻云覆雨的男人，压根不知道怎么获取女孩的芳心，只好将心爱的小娇妻时刻带在身边，哪怕她满心抗拒，百般挣扎。奢华的私人飞机内，劳拉被安全带绑在航空座椅上，眼见她动弹不得，对清晨的那场挑衅仍耿耿于怀的马莫西，终于找到机会，准备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马莫西不知道的是，女人是特别记仇的生物。下飞机后，好兄弟很高兴他能找到梦中情人，然而听到别人谈论自己的劳拉，却主动走了过来。Are you talking about me? Just said to my cousin that you're a marvelous gentlewoman. Yeah. Can you stop it? I'm dirty. Stop it. 马莫西眼底的欲火几乎要将空气点燃，然而劳拉的报复远未停歇。晚上，她精心挑选了一身超短裙，故意以这样极具诱惑性的装扮闯入了谈判现场。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挑衅。马莫西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急忙将劳拉拽了出去，愤怒地警告她不要乱来，因为这里盘踞着各种势力，稍有不慎就会命丧当场。
尤其是女人。但劳拉根本不为所动，心中的叛逆情绪反而愈发强烈。为了进一步宣泄心中的不满，劳拉来到了马莫西看得见的地方，跳起了钢管舞。她尽情地扭动着身躯，动作大胆而奔放，仿佛要用这种方式将自己所遭受的屈辱和束缚统统释放出来。然而她这身暴露的打扮，终究还是引来了麻烦。油腻的手掌突然贴上劳拉后腰，一个敌对帮派的男人开始对她肆意调戏，言语和动作都充满了侮辱性。就在劳拉陷入困境之时，马莫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的眼神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将劳拉死死护在身后。好在这场剑拔弩张以双方妥协告终，然而老管家却劝说马莫西除掉不知轻重的劳拉，认为他只会给家族带来麻烦，因为昨天那个差点被干掉的男人是同盟帮派的核心成员，劳拉的行为差点引起2个帮派的战争。Che cazzo dici? I'm sorry. You're sorry. I'm sorry, I didn't think. Yeah, you didn't think. What's going on? Did you kill him?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You killed him. I shot his head. I wouldn't have to do it if you didn't dress like a whore and put on your little show. 劳拉听到这番话，顿时火冒三丈。她觉得自己明明是受害者，是别人先对她进行调戏，自己何错之有？马莫西气得一脚踹翻椅子，可又不得强压下怒火，转头追上去哄劳拉。可哄女人对黑帮大佬而言，比策划一场暗杀还难。推搡中，情绪激动的劳拉不慎掉入了海里，冰冷的海水瞬间将她淹没，恐惧如潮水般向她袭来。就在劳拉感到绝望之时，马莫西不顾一切地跳入海中，将她救上了岸。当劳拉从昏迷中缓缓醒来，看到守在床边疲惫却一脸担忧的马莫西时，她心中所有的防备与怨恨轰然崩塌。I can't lose you. I don't want to. 她起身欲走，却被劳拉颤抖的手紧紧拉住。从这天起，劳拉彻底接纳了马莫西，两人开始出双入对，参加各种帮派活动，如同普通情侣一般享受着爱情的甜蜜。然而就在他们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时，马莫西的前女友安娜出现了。安娜是另一黑帮家族的千金，她对马莫西的移情别恋心怀不满，扬言要杀了劳拉，夺走她最珍贵的东西。马莫西深知安娜的心狠手辣，为了保护小娇妻的安全，他只能强忍不舍，派副手秘密护送她回老家。不明真相的劳拉满心委屈，以为自己终究是被抛弃的那一个。返程途中，副手突然接到一通神秘电话，他的脸色骤变，匆匆安排人将劳拉送走后，便踏入了未知的险境。回到老家的劳拉住进了马莫西提前准备的豪宅，却陷入了更深的孤独。曾经朝夕相伴的人，仿佛一夜之间从世界上消失，再无半点音讯。更让她措手不及的是，命运在此刻抛出一记重磅炸弹，她怀孕了。得知消息的闺蜜又急又气，替好友不值，可劳拉却异常坚定，执意要留下这个承载着复杂情感的小生命。在闺蜜的陪伴下，他们刷着马莫西留下的黑卡，出入各种高档场所，看似潇洒肆意，可每当夜深人静，劳拉的思念便如野草般疯长，难以抑制。直到一场舞会上，她遇见了曾经背叛她的前男友，对方故技重施，试图用甜言蜜语挽回，却不知经历过生死与爱恨的劳拉，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轻易被哄骗的女人。她眼神冷冽，果断转身离开，可前男友却纠缠不休，一直追到了家门口，甚至开始对她动手动脚。就在劳拉陷入困境时，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two are saying, but it's rather clear that she wants you to leave. You'd have to say it so you understand. 他的话语充满威胁，依旧是那么的霸气侧漏。前男友只好离开。劳拉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男人，他依旧是记忆中挺拔的模样，却在眉眼间刻满了风霜。积压许久的委屈与不安瞬间爆发，小粉拳如雨点般落在爱人胸膛。马莫西没有辩解，只是一把将小娇妻壁咚到窗户上，带着硝烟味的吻如骤雨般落下，舌尖蛮横的撬开牙关，将所有的思念与后怕都揉进掠夺性的深吻里。直到劳拉摸到男人胸膛上那道狰狞的枪伤，才恍然明白这段时间他的生死挣扎。马莫西让他不要担心，自己会解决好一切。劳拉的泪水噙满眼眶，此刻所有的倔强与怨怼都化作一句颤抖的告白。I don't need 365 days. Because 或许爱情本就是件很奇妙的事情，不用听，不用说，也不用被翻译，就可以让人感受到它。翌日清晨，当阳光倾洒在两人身上，劳拉发现自己无名指上多了个戒指。Я передумал. Doesn't mean yes. 转身离开。Yes. 马莫西无比开心，一开心他就忍不住想给劳拉花钱。他们再次光顾各大奢侈品店，霸总表达爱意的方式依旧是这么的朴实无华。随后劳拉带着他见家长，那个叱咤风云的黑帮大佬，此刻也紧张的像个孩子。父母看着眼前西装革履、帅气多金的马莫西，笑得合不拢嘴，但还是不放心的问道 Jak to jest? Czym się zajmujesz? My mom is asking,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I'm a gangster.
You will be the first in our family. So, what are your intentions with our daughter? Only the evil ones. We have to talk seriously. Do you like vodka? Yeah. 父母没有在意他是黑帮，都很满意这个女婿。就这样，两人的婚礼筹备得如火如荼。劳拉隐瞒了怀孕的事，准备在结婚当天给马莫西一个惊喜。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戏谑。这天，老管家接到一个电话，是收到了安娜再次动手的消息。他一边焦急地吩咐司机往回走，一边疯狂打电话给马莫西。可听筒里只有忙音，原来是恩爱的小夫妻俩正在你侬我侬。他抚摸着小腹，嘴角还挂着对婚礼的憧憬。等管家赶到宫殿，劳拉的车刚好开进隧道，电话也在此刻戛然而止。得知真相的马莫西，刹那间如遭雷击，直直坠入暗无天日的无底深渊，双眼骤然失去所有光彩，连一丝活气都被抽得干干净净。记忆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疯狂轮转，那张曾令他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笑脸不断闪现。可无论怎样拼命追索，那抹笑容却再也泛不起丝毫往日的温柔暖意，只剩下镜面般冰冷的空白，倒映着他失魂落魄的模样。然而这一切并未就此结束。